中国社会的根源问题就在于农村的落后。孙中山联俄容共之后没多久过世，加深国民政府派系的矛盾。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建立武汉国民政府，南昌起义，第一次国共战争正式到来。不把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共产党在做基层的组织工作，把中国基层这一盘散沙重新聚合起来，建立一个可以被管理的国家。国民党希望能建立政治、社会、经济的上层结构。长征它代表的意义和路线与领导之争的具现化的一个过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毛泽东跟蒋介石竟然在这当中的崛起。其实长征是共产党的用法，国民党的用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国军官方所编的战史，对，其实国民政府对长征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要不是剿共战争，要不然就是叫追击中共。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对后来整个中国的局势当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到底为什么会发生长征这个故事，就要从头来好好的跟大家展示一下啊。大家了解到孙中山搞了联俄容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很多人说孙中山过世的太早，导致国共提前爆发矛盾了。学长，这样的说法对吗？一定程度上应该这样说。共产党当然在第一次联俄容共告成之后，在当时整个国民党的党政机构之内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但是这只是加深了原先国民政府本身内部派系的矛盾。比如说当时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就在孙中山晚年的时候，跟共产党或者说跟第三国际靠得非常近。那反对联俄容共，或者说反对国共合作，像胡汉民所领导的粤派，那这些人因为他们反共，他们到了后来反而跟蒋介石的立场就走得比较近。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蒋介石也是保持在一个中立的状态，甚至蒋介石在早年的时候跟苏联的关系，起码就他自己来讲，表面上装的还不错。那需要苏联的军火，需要苏联的援助，他建军黄埔的部队要扩编，都需要苏联的支持。不过大概到了1927年，北伐进展到长江流域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就开始白热化了。一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之间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或者你说最大的一个契合点，就是孙中山本人。那孙中山一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失去了一个声望足够的核心，那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就会越来越严重。二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党的壮大，也让国民党内部许多老同志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安。终于在两相激荡之下，终于就发生了1927年的宁汉分裂。宁汉分裂简单讲，第三国际支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作为一个招牌，在武汉建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各位请注意中共的党史以及苏联所编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都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才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正统。蒋介石在南京所建立的军政府，那是一个叛乱集团。当然我们后来在台湾所读到的历史课本，当然是另外一个视角。国民政府在蒋介石所统领的黄埔军人的努力之下，在南京力挽狂澜，发动了1927年武力清党嘛，就是大陆所称的412反革命政变。其实这就标志着国共彻底决裂，双方可以说从此之后就是兵戎相向。在武汉由国民党左派跟共产党合作所建立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在1927年的8月，按照汪精卫的说法，展开所谓的和平分共。但其实这也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讲法，我们看它实质内容也等于是武力清共。因为在汪精卫宣布和平分共之前，湖南湖北的军人就已经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武力的清剿。所以简单说，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1927年的8月1号，中共历史上称作南昌起义，也就是中共人民解放军81建军节的由来。这也是代表第一次国共战争正式到来。往后10年国共战争基本上就没有停过，只是它的重要性有所升降而已。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事情发展到1932年的时候，光是整个中华大地上主要的政府，我们不管其他那些地方的政府，就有3个。比如说呢，当时已经在南京站稳脚跟的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当成南京国民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在同时间1931年，中共在苏维埃联邦所指导建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还有一个是在日本扶持下在东北歌战的长春节里以溥仪为元首的满洲国政府。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中国是有多么的动荡那这么动荡的情况之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个问题就中国这个大国，在经过了满清末年这种腐败的状况，再加上中国的整体的新知识分子的产生，它一直在救国嘛。我们想救国运动从我们讲的自强运动开始，接下来戊戌变法、庚子后新政，
再到了民国初年的五四学运等等的，有这么多的一些事情哦，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中国该怎么救？对，那怎么救就要领导，那谁来领导？这个就是所谓的路线与领导之争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长征它所代表的意义上面啊，就是这个路线与领导之争的具现化的一个过程啊。那这里主要的2个主角，从刚才的一个背景的陈述，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注意到了，就是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对前途的争夺。你看，都以中国为名，所以他们就是在强调我才是中国的未来嘛。当然，这2党的领导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强调一党的领政的重要性。那徐朗，在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之间，他们最大的差异跟路线是什么？进而导致了这场国共内战以及我们所谓的长征呢？其实学弟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路线与领导之争。你整个国家要走向一个民主统一的情况，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核心力量。那谁来主导这个核心力量，就成为1930年代整个中国内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当然都试图成为这一股核心力量当中的主导者。那我们就要看，那国民党跟共产党在30年代他们的各自的救国主张到底有差别。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国民党，国民党当然是号称实行所谓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嘛，建国理念，对不对？国民党在到1931年之后就进入所谓的训政时期，它的根据是来自于孙中山所守定的建国大纲。建国大纲里面讲，中国未来的建国历程可以分成3个时期：军政、训政、宪政。军政就是要求国家的统一，训政就是训练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孙中山他认为说，未来中国还是要实行民主宪政，到达第3时期宪政时代。但是因为中国当时的条件太差，比如说硬体的设备不够，人民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行，也还没有一部适合的宪法，所以在这一切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先由国民党来训练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训政。在训政之下，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以党治国，简单讲就是一党专政。当然是国民党的说法，见仁见智哦。那未来再选出国民大会，实行所谓的五权宪法，再把政权还给老百姓哈，这是国民党的整个建国的一个规划。那共产党刚好相反，就上次我们有讲到嘛，共产党这时候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基层农村去了。当时共产党主要这段时间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作所谓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认为说，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首先必须要实行土地改革。因为中国主要社会的根源问题就在于农村的落后，内部的许许多多的封建势力没有办法解决掉，导致中国的落后。所以他认为说，如果我们不把中国的农村进行一次土地革命，那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其实这个在过去许多学者相关研究中有提出，像黄仁宇先生他就认为，国民党在这段时间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建立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上层结构，比如说一个理想的政府，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一部理想的宪法，是国民党在做的努力。那共产党在做的是一种基层的组织工作。黄仁宇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中国是一个不能从数目制上管理的国家，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从数目制上管理？因为整个基层是一盘散沙，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很有效的统治跟一个很有效的行政管理在里面啊。就是如何把中国基层这一盘散沙重新聚合起来，建立一个比较可以被管理的国家。那中共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这也就注定了国共两党在中国建国的历程当中势必会处在一个竞争的这样一个状态。2015年的时候，大陆的习近平主席也讲得很好，所谓的国共之争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精英对救国路线的不同选择。那在30年代的时候，国共两党2个重要的领导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蒋介石委员长，也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另外，在中共方面，这个时候中共的领导主要还是以第三国际所支持的国际派为主要的领导核心，像说博古啦、王明等等这些人为主。但是我们晓得，其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虽然这时候受到打压，但是实际上他的路线跟后来影响力会更大，就是毛泽东先生。那讲毛之争在30年代其实就已经引然展开了。其实这讲毛之争就形成了在30年代之后整个中国对抗的一个核心啊，那一直延续到老蒋去世，甚至你可以说毛泽东去世，因为继承老蒋的还是姓蒋啊，叫小蒋，但是继承毛泽东就不姓毛了啦。但我们就说老蒋之争从1930年代这个格局就可以看到，而这个的关键事件就是所谓的2万5千里长征。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最初开始，2万5千里长征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而这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关键因素啊，促使了毛跟蒋彻底的崛起。当然回到最初，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国共内战的开始，整整打了10年之久啊，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激烈的内战。其实你如果放眼世界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国家在独立之后也花了很长时间打内战，就是因为领导不明确，政纲
方彼此起义嘛，什么样的路线来领导嘛啊？那国共内战的爆发是始于1927年的清党结束于1937年西安事件落幕的时候啊。